我幸运地遇见了东北最美的秋色之一，层林尽养，叠翠流金。本集影片，阿树和你游览藏在松花江平原上秋色正浓的净月潭。朋友们，我又来到了新的一站。离开沈阳后，我就来到了长春站。长春是东三省之一的吉林省的省会城市啊。是坐这一辆车从沈阳到长春的，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，但是便宜啊。坐高铁的话140多块钱，坐这个慢火车的话才40多块钱。长春是位于松嫩平原南缘，吉林省中部，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城市，拥有汽车城和电影城的美誉。一个小阳台，大床，洗衣机啊，一个独立的卫浴。马桶、洗漱台、热水器，晾衣架。我坐轻轨来到了净月潭公园站啊。如果问我长春我最感兴趣的这个人文历史景观是哪个，那就是昨天看的伪满洲国皇宫啊。那论自然方面呢，绝对是净月潭，这是一个5A 级的公园呢，它是我对长春最感兴趣的这种自然景观的一个目的地啊。我们今天去逛一逛净月潭。您的订单门票数量1张，请从取站后寻找您的经典数量。这的票价30块钱啊。我身后就是净月潭的一个示意图啊。这个是当年满洲国对长春的水源进行调查以后啊，他们这个当时的国都建设局呢，就决定在长春南郊18公里处，然后拦截一条小河，在这个山谷里面建一个中型水库。后来呢，经过几十年的一个封山育林吧，还有人工植树造林啊，慢慢呢就形成了一片1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人工林海啊，堪称亚洲第一大人工森林啊。今天我们就环这个净月潭走一圈，它大概有18.5公里，看看一路上的这种各个观景点啊。它这里的大气湿度13.8度，这里也有观光车啊，还可以租自行车呢。这里还可以租这个自驾车啊，100小时自驾车租赁处。如果你环着净月潭走一圈呢，有18.5公里啊，然后你坐这个观光车的话20块钱，咱们坐车上去吧。乐是吧？坐船吗还？20块钱的观光车票，他给你一个这个手环，你戴上去以后，你可以无限次的乘车。起点站女神广场啊，经过坝西站、易水湾站、黑松林站、小森林浴场站，总共都有20个站点啊。这座，我净月潭肯定有。当年在净月潭的山林之中，时而听说才16.5公里。北普陀寺叶子啊，现在是10月初啊，叶子开始变黄了，已经这个纷纷落叶。第一个停靠站坝西啊，这是一个沿着湖边走的一个观光长廊吧。远处有一个比较奇特的建筑，还可以游船呢。票价的话跟观光车合在一起90块钱。
方公里的浩瀚领海，环绕着一潭秀水形成的自然风光。这是第2个站啊，我下车了，然后看到的是这一幕。漂亮，这些，看一下票价，每条船1小时300元。这秋天是真的美啊！南方没有这样的景致，南方的灌木呢，在秋天是不动声色的、不变色的。这边的秋天，它的叶子变得泛黄了，更有一种，季节分明的那种感觉。我刚来到净月潭的时候，就想起我刚逛过的一个西湖啊。西湖大家都知道，大名鼎鼎的，但净月潭知道的人并不多。这一站是黑松林站，黑松、翠竹、梅花同为岁寒山友，泛黄的松叶。这一片小森林啊，挺优雅的，纷纷落叶。露营的学生，我现在所在的这条马路好像有魔力一样，在这边呢，这个松林已经变得泛黄了，而这个边呢，它还是非常葱绿的，很神奇啊！森林火灾案件。Baby, don't you want company? Baby, don't you wanna see? Don't you wanna see what I've got inside? Baby, don't you wanna fly?Baby, don't you wanna fly? I'll get you high. I just wanna survive. Baby, don't you wanna come? Baby, don't you wanna come to me?Baby, don't you wanna come? Baby, don't you wanna come? 这里森林里面有一个木栈道啊，可以沿着木栈道来一个森林漫步啊，天然的氧吧。Baby, don't you want company? 我刚来到净月潭的时候，在西坝那里呢，我想到的是西湖啊，杭州西湖。净月潭呢，它的历史并不长，它是1935年的时候，满洲国呢当时筑坝建水库而成的。它不像西湖那样子有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吟诗作颂啊。另外呢，它也是它不像西湖一样处在这个闹市区，不然的话，这一个美丽的湖泊说不定能成为东北三省的这个小西湖啊。刚刚提到的满洲国，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，控制东北地区后，拉拢满清炫丽溥仪而建立的傀儡政权，从1932年3月建立，定都今天的长春，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占领而覆灭，历时13年。
在后面游览东北三省的过程中，我时常能发现满洲国这一段历史对东北这片土地的影响。我在上集影片中对满洲国及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有更详细的介绍。此刻呢，我又想到了一个湖泊，就是新疆喀纳斯的喀纳斯湖啊。喀纳斯湖的秋景呢，类似如此啊，只是说这里净月潭它没有雪山啊。这里好像是东北长春人的一个团建的地方，或者学生聚会的一个户外乐园啊。每个站点都有一些小卖部啊，补给。有2种车。为5.3平方公里，最深处有16米，最大库容量约为3000万立方米。春天这里青山鸟语，碧水蓝天，生机盎然，高达5000至6000个。前方到站景区西门，又称作。现在到了水上栈道站啊，这有一个东北虎园啊，售票处，门票价格60元，熊猫馆40元。那里外面围了好多的这种铁丝网。这都是小龙，这是它的虫，你跟那颜色是吧？特征皮毛呢是浅黄色的，后背上有24个条纹，内部上呢有8个黑环。咱们自己杀人肉，自以为了老虎呢会爬上来跟咱们黑眼照相，就是跟老虎呢。他就一直在里面来回的踱步啊。水上栈道，国旗飘飘。湖边有一个森林健身步道，咱们走一段看看。5.5公里啊！买了一个玉米，8块钱的肠。獐子松，也称欧洲赤松、西伯利亚松、黑河赤松，高达30米，胸径1米啊。分布在我国东北、华北、西南、长白山区各4县。朋友们，糟了，被2头东北虎盯上了，这可咋办？北方的秋天啊，在我一个南方人看来会格外的美，因为南方的乔木在秋天是不会泛黄的，而且也不会落叶的。我们那边的秋天跟夏天基本没有差别。这里有一个水中阶梯，水曲柳。要是住在这附近就好了，我能每天都来溜达半个小时。这里的树木特别多，据说有30个树种啊，森林覆盖率达到96%。刚才那个是小森林浴场，这里就是森林浴场。净月潭实时监测负氧离子18000多个。一开始在净月潭听到浴场2个字呢，我以为是像很多海滨城市的海边那样子啊，公园游泳的地方啊。后来我才反应过来，这里的浴场指的是整个森林，它理解成是一个氧气的海洋。那么你徜徉其中呢，你就好像沐浴在氧气之中啊，森林氧吧。森林散落着一些象棋啊，这里一台，那里又有一台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里又有一副不一样的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叫什么了？我一直想不起来了。小时候真的玩的非常多，很过瘾玩的。
哦，它每个桌子上的那个是不一样的，这就是传统的象棋了。这就来到一个分岔口了，左边水上栈道，右边万塘广场。今天是10月8号啊，也就是人山人海的国庆节过去了，我才敢去一些比较漂亮的地方，不然的话只能是看人头。啊，这一片树木就不是松树了，这个是什么树呢？它落了好多叶子。这种萧瑟的秋天，有一种别样的美感。下这个小阳台看一下，你看，哦，这棵树，或许这里能飞个无人机啊。这是一个临水的小高台。你看这么漂亮的地方，只有工作日的时候才能独享。哇塞，此刻让我想到喀纳斯湖啊，但这里的名气跟喀纳斯湖应该是有天壤之别。喀纳斯湖的话就是一颗明星。这里非常漂亮，特别幽深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。这个应该是槐树吧。你看这个角度特别漂亮。现在又重新出发了。我发现一只野猫啊，好像是尾巴断了。快到中午了，反而一个人都看不到了。我呢不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，所以有时候表达的话呢没有那么的流利。所以我现在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我一边听书一边跟着旁白去念啊，这样子提高自己的一个表达的流畅度啊。我最近一直在听跟清朝以及东北有关的书啊，比如《黑龙江往事》，另一个溥仪、紫禁城的黄昏等等啊。溥仪反复追问土肥原，伪满洲国是不是会实行帝制？土肥原表示，现在正是溥仪恢复大业之时，如果前往满洲，就可以立刻当元首。溥仪被土肥原说动了，他判断复辟的时机已到，悻悻然前往关外。然而关东军只是兑现了元首的身份，并没有让伪满洲国成为帝制国家。溥仪的身份是伪满洲国执政，溥仪对此非常不满。他的目的是借日本的帮助作为跳板，然后复辟整个大清帝国。这里有一个
真的好多，这让我想到喀纳石湖呀。喀纳石湖在湖边也修了很多湖边栈道，然后呢也是林荫隐映的，很漂亮啊。哇塞，它不仅泛黄了，都变成酒红色了耶！你看，这样你能不能看出来？哇，太漂亮了！哇，真的很红哎！这里晚上应该有灯光秀之类的。不要这样。船上有国旗啊，这就走到滑雪场站了。这一幕呢，又让我想到了，四川西昌的宸海啊，高原湖泊。我是早上10点钟进园的，然后现在是14点46分出园啊，大概玩了5个小时。通常的话呢，玩净月潭玩4到6个小时是比较适合的。然后本期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帮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我的身后就是全世界最神秘的国家，跨过这个30米宽的鸭绿江呢，就能从中国走到朝鲜的第3大城市惠山市了。